从16岁起，五魁成了驼夫，他专门在接亲时背着新娘子去夫家。他哥哥于抗昂是个秦腔歌手，10来年了，他背驮了数十个新娘。他知道鸡公寨各家媳妇儿的轻与重，胖与瘦，甚至丑俊及香臭。往日接亲，五魁都是一路小跑着赶回去的，因为他练那早备好了的好烟烈酒，这次似乎有些不同。五魁今天背的是狗子坪的老姚家的女儿，鸡公寨的柳财主的公子是他的夫家。五魁背着这家女儿离开时，老姚心有不舍地看着红衣红袄的女儿，盼着她今后能吃饱穿暖。五魁觉得这女人是该嫁到富豪的柳家去享福的，而且该用8抬花轿来抬，但可惜山高沟大，没有抬轿的路可走，只得五魁驼背了。五魁的哥哥看五魁一行人离开了新娘家，连忙走下山坡，向队伍跑去。柳家这边下到老长工老六，上到柳夫人，都在准备迎亲了。8月的阳光下，迎亲队伍向40里外的鸡公寨走去，只有新娘子和陪娘马嫂2个人骑在骆驼身上，不用走路。对了，马嫂是柳宅的管家。五魁的哥哥花了大花脸，自带了2个大红灯笼，走在队伍的最后面。这样的场景，多年来在这片沙漠边缘的偏远角落里已经上演过无数遍了。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呢？这次还真有些不同。柳家的老爷在前清，好像还是个什么官，兴许是捐的闲职吧，这谁知道呢？贾平凹也没有交代，家里有喜事了。夫人让丫鬟小翠给老爷也供上了红烛。接亲队伍走着走着，累了，人累了，骆驼也累了，累了就要休息，休息嘛，自然不该是正襟危坐的。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五魁喝住了骆驼，累坐了下来。后面的兄弟准备找五魁喝点酒，陪娘劝他们赶紧回去，可年轻后生们却真的想喝酒取乐一番。误不了后半夜入洞房，就你懒。五魁，这几个年轻后生坐到新娘的骆驼前喝了些酒。五魁心里清楚，这些年轻后生想掀开新娘的盖头，看看新娘子长得俊不俊。嘴臭。马嫂，女人越看越像，越遮越丑。众人怂恿一个后生去揭盖头，新娘子却自己揭开了盖头。五魁有些呆了。少奶奶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屁话都说完了，眼放正了。少奶奶，下去歇会儿吧。一群后生一边偷着乐，一边害羞。五魁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，却听到了刺耳的风声。五魁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他把耳朵贴近地面，试着听听是否有马蹄声。正在这时，刘老爷画像前的2盏红烛却陆续灭了。见此情形，柳夫人心头一紧。老长工慌忙上前再次点燃红烛，柳夫人心里有些不安，刚坐下，她又欠身看了看门口，迎亲的队伍到了没？一伙人骑着马，正向迎亲的队伍跑来。骑马的人多穿白衣，一看就是白风寨的人。白风寨现在的寨主叫唐景，他的身世有些复杂。简单说，他的父亲是他的哥哥，他的父母在奸情败露后都不在了。唐景喜白服，他的手下也就都喜欢穿白衣服。是白风寨的。白风寨。众人有些慌乱，陪娘马嫂一眼认出这些白风寨的人。白风寨的人驱马走来。五魁有些紧张，见多识广的马嫂反而不那么紧张，因为马嫂知道白风寨的人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土匪。马嫂拔下头上的簪子，准备用簪子和手上的戒指让白风寨的人放过自己一行人。为了防止他们见色起意，特意弄了一把黄土抹到了自己脸上。大爷开恩，放我们过去。这是足金的真货。新娘子也想看看遇到的是些什么人。土匪刚看了马嫂的真货，又看到了新娘子的真模样。白风寨的压寨夫人刚没了，正好缺一个压寨夫人。新娘子看到土匪的眼神后，害怕的用盖头遮住了自己的脸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使不得！大爷，使不得！大爷，使不得！五魁拉着新娘子就跑，其他土匪赶马向新娘逃跑的方向追去。五魁和新娘子拼命地向沙漠边缘跑去。新娘子跑累了，五魁背起她又跑。土匪们越过沙丘后，看到了五魁的道具。
柳夫人在家里等待着未来的儿媳妇，她的其他2个儿子都远在省城，一个从政，一个经商，家里只有一个小儿子和她一起度日。五魁背着新娘子，终于跑出了沙漠。新娘子说：“五魁，你跑得真快，你好行啊！”五魁说：“土匪我见多了，能跑得过我的还没生出来呢。”跑得过我的还没生出来呢。五魁，我要下来，我不累。我的鞋掉了。鞋掉了。五魁捡到了鞋子，抬头一看，看到了土匪。感谢观赏。